4.4这3个陪跑也太香了吧！原神是突然开窍了吗？还是说背后有什么别的逻辑呢？比如说攻击力拐的迭代是不是已经偷偷摸摸的开始了呢？那么本期我们来推理一下班尼特陪跑的逻辑。大家好，这里是提瓦特地理。本次班尼特的陪跑呢，实乃玩家的幸事，占星术士的挫折。所以呢，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掘地3尺。首先第一个想到的点呢，就是我们之前做 4.3 抽卡分析的时候说过海登杰的商业逻辑，也就是说班尼特在这个位置它起到一个预热的作用，配合雷电将军和其他2个高质量的4星产生了一定的话题度，抓住了玩家的注意力，让玩家的热情得到一个持续的发酵。我已经刷到很多说这期陪跑是史上最香的视频了，可以想象高质量的卡池配合社区的风向，这段时间不管玩家抽不抽卡，看到这个卡池的时候心情肯定是不错的。那么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他的手就比较松，那就可能会提高他在后续氪金的意愿。然后第二点，枫丹角色和道期角色在定位上的相似性，就大家都打工商报体系，但是枫丹角色的数字更大，设计理念更新更刺激，所以就导致道期角色受追捧的程度是明显下降的。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原神的老玩家占比更大，那么下半的2个角色的抽取意向肯定是偏低的，因为该有的都有了，会抽的大部分是补命座，而当下老角色的命座和枫丹角色对比，我觉得玩家其实是缺少下池子的理由的。那么陪跑一个班尼特，等于是给这个卡池加码，让部分犹豫的玩家会觉得这个卡池抽了不亏，那么抽卡的理由就有了嘛，我试试水总可以的吧。站在运营方的角度，其实无所谓玩家出不出金，回收原石才是最重要的。哪怕玩家用了30发去试水，也是回收了4800颗原石，几乎就是每月白嫖原石数量的80%。我觉得这个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另外，虽然我们默认老玩家的占比更高，但是新人玩家也是在流入的，因此雷神加班尼特或者萧公加班尼特能够让新人玩家的账号强度得到有效的提高。那么快速的追赶加入强度大家庭，对于新人玩家来说，一个卡池就能凑到75%的雷国，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福利吧，对于玩家的留存会有一定的帮助。最后呢，就是如此慷慨的陪跑，是否意味着班尼特去人权化已经不紧不慢的在路上了呢？当下经过原模的努力，其实班尼特的缺点已经暴露在玩家的面前了。之所以还抓住班尼特不放，是因为他提供的巨额攻击力在游戏中确实是没有角色可以替代的。而这次陪跑中的夏沃雷能够通过超载反应提供至多40%的攻击力加成，这似乎在暗示攻击力拐设计的新方向。而且我们也知道纳塔很有可能就是围绕攻击力去展开设计的，那么假如数值持续膨胀，淹死班尼特也是迟早的事，毕竟它提供的是固定攻击力，而只要角色的基础攻击足够高，那么百分比攻击力是更有性价比的提升方式。我们假设纳塔角色本身就有比较高的基础攻击，或者说他们有改变自身基础攻击的能力啊，毕竟纳塔是龙的国度嘛，说不定可以变身什么的。那么如果在未来出现一个类似夏沃雷这样子的，没有画地为牢，而且更通用，数值给的也更慷慨的百分比攻击拐，相信班尼特就会立刻从神座上走下来了。那最后，基于班尼特这位角色在陪跑中的作用和他的陪跑历史，我大胆预言一下，大预言术发动。下一次班尼特的陪跑会在枫丹的结尾或者纳塔的开头。一方面呢，在这个阶段是新玩家流入的时候，陪跑班尼特能够对新玩家提供强度上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在纳塔完全铺开之前，班尼特在玩家中的口碑依然坚挺，那么利用它继续给卡池锦上添花，为游戏去创造热度。好的，本期的分析呢就到这里。不过我觉得这基本算是先射箭后画靶的分析吧，除非最后的预言实现了，那才算是我们抓住了班尼特陪跑的底层逻辑。那么到时候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命中吧。不知道各位对于班尼特的陪跑有什么看法呢？